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无名演员片酬曝光，梁朝伟拿走5000万，王一博和张颂文相当，王一博最少扛了6亿左右的票房。演员、明星的收入一直以来都是很少公开的秘密，但偶尔也会曝光。比如《狂飙》热播之后，多位制片人透露张译之前的市场报价在2000万左右，《狂飙》之后片酬可能变化不大。而张颂文在《隐秘的角落》之后走红，片酬在500万左右，在《狂飙》的加持下，下部戏应该能破1000万。至于饰演唐小龙、李宏伟、李想等角色的演员，原来可能20万一部，如今最多不超过100万。而此前一直盛传的天价片酬也确有其事，比如曾有上市公司曝光了周冬雨出演《幕后之王》时，工作室共收到出品方1.09亿的费用，片酬的差距实在太大。除了这些明确的数字外，导演、制片人等偶尔也会谈到制作成本、演员片酬等数字。比如此前博纳总裁于东一直在强调无名的制作成本为3亿。2月9日，导演程耳在一场活动上明确表示无名已经在盈利了。那么来看一下，截至发稿，无名去掉影院服务费后票房为 7.88 亿，片方分账比例 38.23%， 能分到 3.01 亿，和于东此前透露的数字相符。重要的是，程耳说开始盈利，肯定是把宣发成本也算进去了。无名上映前很早就开始宣传，开了发布会，做了路演，投入了大量票补，地铁、公交站牌广告也随处可见。事实上，春节档看似机会多，但竞争也激烈。早在几年前就有业内表示春节档宣发费用不会低于1亿，而2018年的《捉妖记2》宣发费用更是达到2亿。那么无名分账票房3亿回本，去掉1亿宣发费用，总制片成本2亿是相对靠谱的数字。电影节奏和运镜偏文艺，除了王一博贡献的2场打戏外，没有太多大场面，但电影拍摄用了2台阿莱65摄影机，一台一天的租金就要1万美金。而且电影汇集了梁朝伟、王一博、周迅、黄磊等演员，片酬肯定不低。来计算一下，早在2017年，多部门就出台了相关规定，全部演员的总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 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 其他演员不低于总片酬的 30%。这项规定后续3令5申，无名2021年开机，要遵循这个片酬规定和演员签约。制片成本2亿，演员片酬按照顶格 40% 的比例计算为8000万，主演片酬按照 70% 顶格比例计算为5600万。就算把周迅、黄磊、大鹏等配角排除，梁朝伟、王一博2个人加起来的总片酬最多不会超过5600万。那梁朝伟的片酬多少呢？他之前一直签约在王家卫的泽东旗下，2个人合作的经典电影片酬很难估算，而且也意义不大，毕竟他属于泽东的艺人。但从泽东出来后，梁朝伟出演上汽的片酬拿到6000万港币，而在此之前，想请的动梁朝伟差不多要拿出5000万才可以。正在上映的《风再起时》也印证了这一点。导演翁子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梁朝伟和郭富城的片酬就已经是成本的1半了，而电影投资2亿港元，假设2个人均分片酬，一个人刚好是5000万港币。可想而知，
梁朝伟和伯纳及导演程耳合作，领衔主演无名，而且还要在电影里和王一博上演一场难度很高的打戏，梁朝伟不太可能自降片酬，那么他拿走5000万之后，留给王一博的只剩600万了，和张颂文拍《狂飙》的酬劳差不多，但远没有梁朝伟、张译高。如果真的是这个数字，也不离谱。尽管王一博是娱乐圈顶流明星，但没有大银幕作品，缺乏表演经验，到底有多少票房号召力还有待验证。如果换成其他演员，和导演程耳合作，和梁朝伟、周迅这样的大牌演员搭戏，不用说自降片酬，就算零片酬也会愿意出演吧。而且王一博自己也在采访中承认，因为自己演戏经验没有其他演员丰富，所以导演给其他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更大，对他更多还是引导，并且一直强调他要稳定。所以在无名剧组，王一博抱着学习的态度，目前电影口碑和票房都不错，他也借此正式踏进演员门槛，算是双赢吧。无名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看后后劲很足，非常优秀。关于无名的论文也上了核心期刊，同时即将在北美等上映。虽然排片量和黄金场次非常少，但票房已经突破8.4亿，口碑票房都在稳步提升。王一博在无名中的表现也非常不错，得到不少业内人士好评。支持无名，继续加油！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无名突破10亿，已开始盈利。王一博最少扛了6亿左右的票房。其实谁都知道，这部戏要是没有王一博，就这种排片和时间段，3天就赔的老本没有了。此前不少机构预测，无名的最终票房大概会落在6亿5千万左右，预计要亏损8个亿。但是在最新的采访中，导演程耳明确表示，无名已经盈利了。要不是靠着王一博的粉丝撑着，哪里会有人特意选这样的时间点看电影呢？说实话，作为程耳这样一个极具个人特色向的导演拍的比较小众的电影，能有这样的票房已经很牛了。但最重要的是，这部片子不仅成功收回了成本，而且还盈利了。当然，如果按照上座率和票房占比正常排片公平竞争，无名票房远超于此。从投资的角度上看，影片投资3亿，而片方分账也超过3亿，正式回本了。从宣传的角度看，梁朝伟、周迅都不跑宣传，全靠王一博一个人在撑着。最后，换个年轻人真很难拿下这么重的戏份，但语言这一关就刷掉了一大批人。王一博有练习生时期的语言基础，所以非常完美的塑造了叶先生的形象。果然，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我倒是希望内娱的男演员，不论长幼，都能像他一样卷起来，首先学会克制保持形象，然后坠楼打戏自己上，日语、韩语、方言让说就学就高水准输出，连拍42小时的动作戏，导演不咔他不停，态度先摆正了。更何况无名里面王一博确实表现可圈可点。我觉得这种业务能力能打的流量加品质上乘的文艺片是一种很好的双赢合作模式，值得推广。流量能扛得起来，还得是影片本身质量不错，烂片神仙也救不了。当然了，要真说扛票房，王一博起码扛了有6个亿。为什么是王一博扛票房？原因也是很简单。首先，梁朝伟根本就扛不了票房，
他的另外一部作品《风再起时》也不过才3800万，哪里有什么票房号召力，甚至连国内的3线明星都不如。其次，从留言也能看得出来，大部分人就是冲着王一博去的，甚至2刷3刷的人，很多人也是为了支持一博。个人觉得春节档竞争激烈，口碑发酵还有吸引2刷，需要的时间是真刀真枪抢回来的。当然了，人无完人，有人称王一博演戏和唱歌都没什么特别大的天赋，跳舞是天赋异禀，只是他特别拼，所以演戏和唱歌在年轻一代里也是过得去的。无名确实进步很大，至于学历，他缺的应该不是见识和学习能力，而是时间吧。综合看已经很突出了。一博他还年轻，老戏骨们也年轻过，需要时间沉淀和积累，谁也不是一开始就演得好，他需要时间成长。这部电影王一博真的演得不错，和老戏骨对戏也不落下风，把这样的人物演活了，立住了。当然了，这部影片没有更进一步，还是在导演上。电影的手法，王家卫、吕克贝松都玩过，但是无名过于刻意炫弄技巧了，简单故事搞得太零碎，有些观众不仔细看会看不明白，或者就算明白了觉得大可不必，不适合春节档的氛围。那个夜密戏份导演强行加戏反转，增加了难度，反而暴露了硬件软件都不太行。王一博越到后面越好，特别是和梁朝伟的打戏看得我跟着紧张。失去爱人的心痛、愤怒和无奈，每个人都有自己理解和解读，最好是自己走进影院，自己去看。但王一博在影片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他扛了6个亿的票房，都算少了，我觉得成尔应该给他发个大红包了。哈哈哈！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